内在革命中写道，我们绝大多数的痛苦并非来自外界，而是源于我们对自己过度的解读和攻击。说到底，内耗就是一场自己针对自己的战争。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累到不行；明明外面风平浪静，心里早已翻江倒海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默念这7句话，慢慢地与自己和解，让生活重启。第一，我的感受最重要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懂事，要谦让，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我们习惯了压抑。在一段需要不断牺牲自己感受才能维持的关系里，我们选择沉默。面对不合理的要求，我们明明心里10000个不愿意，嘴上却说着没关系。我们以为这是在维系关系，实际上这是在慢性自杀。一段健康的关系从来不是靠单方面的隐忍和牺牲来维持的。人生最该讨好的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不用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，不用勉强自己迎合不适合的人，不用因为害怕得罪人而压抑自己的情绪。难过时就允许自己难过，疲惫时就给自己放个假，不想做的事就坦然拒绝。当你开始重视自己的感受，学会取悦自己，不再委屈自己、消耗自己，那些挥之不去的疲惫和内耗都会慢慢消散。置顶自己的感受，你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内耗，活得舒展而真实。第二，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。作家池莉分享说，他认识王朔30年，对方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从不在乎外界怎么看他。有一次两人聊天，池莉说，人家说你是小流氓。王朔答，是的，我知道我是不好。池莉又说，我不喜欢你的小说，开头总用对话，结构全差不多。王朔说，是的，我的小说没写好。言语之间全是豁达，从不因外界的评价而耿耿于怀。王朔自己是这样说的，所谓的活得明白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绝不把评判标准交给别人。一旦把评判标准交给别人，你就完全没活明白。这世上最没必要的内耗，就是为别人的眼光买单。别人怎么看你是别人的事，你怎么活才是自己的事。那些突如其来的诋毁，那些莫名其妙的评价，那些不堪入目的批评，都不值得你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情绪。收回投向外界的目光，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。当你不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内耗就少了一大半。第三，管不了的事就随它去吧。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流行过一种哲学思想，被称为斯多葛主义。它的核心思想是区别你能控制的和你不能控制的，然后把精力完全放在前者上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比如他人的评价、天气、生老病死等等。当你为不能控制的事内耗、焦虑时，必然会感到痛苦和无助。你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态度、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应对方式。所以，下次再遇到让你焦虑的事，先问问自己，这件事我能控制吗？能就去行动，不能就放手，随它去吧，天塌不下来。第四，过去的事翻篇了。知乎上有一个问题，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是什么？高赞回答只有2个字，翻篇。
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或许是一段不愿提及的过去，或许是一次失败的经历，或许是一段错过的感情。这些过去的遗憾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，时不时地刺痛我们，让我们陷入内耗，无法前行。可是你再怎么后悔也回不到过去，你再怎么难过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。作家刘震云在《一句顶10000句》里写道：日子是过以后，不是过以前。已经发生的就赶紧翻篇，我们能珍惜的只有当下和今天。翻篇不是逃避，是一种对自己的慈悲。只有把过去这页书合上，才能翻开未来的新篇章。第5，还没发生的事别担心。心理学家亚伦 T 贝克博士讲过一个焦虑症患者的故事。患者名叫托德，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。求职那阵子，托德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每次面试还没去，心里已经打了退堂鼓。好不容易成功入职，他又忍不住想，身边的同事如此优秀，自己肯定会被淘汰。上司给了他一个客户资源，他还没开心一会儿，就开始担心自己留不住，整日忧心忡忡，最后心理压力巨大的他患上了急性焦虑症。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总喜欢为还没发生的事提前忧虑，总喜欢脑补各种不好的画面，把未来的不确定性变成当下的内耗。不要提前焦虑，也不要预知烦恼，生活就是见招拆招，遇到河就搭桥过去，遇到山就开路前行。行动是治愈焦虑的良药，放下对未来的焦虑，专注于当下的生活，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，未来自然会给你最好的答案。第6，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。国学大师曾仕强说过，凡事发生皆有利，要么助我，要么渡我。凡事都有两面性，如果事与愿违，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。毕淑敏17岁时被安排到阿里部队任医务人员，在一个高原之地，面对茫茫冰川雪地，年轻的他陷入了莫大的恐慌中。但即使日子艰苦，毕淑敏也没被经历打倒。他重整心态，让自己接受继承的事实，并好好地活下去。在此期间，他不仅在医学上收获了巨大的成就，还以亲身经历为背景，写出了数部优秀的作品，成为知名的作家。人生就像一场修行，每一次经历，无论好坏，都是一种成长；每一次发生的事，无论顺逆，都有它的意义。凡事发生，皆有利于我。这并非盲目乐观，而是一种强大的转念能力。好的事是奖励，坏的事是功课。当你遇到挫折时，试着问自己，这件事想教会我什么？我能从中学到什么？你要相信，命运给你的每一次打击，其实都是在为你充电。第7，我信我自己。我之前看过清华女博士姜梦楠的故事。一场医疗事故让她左耳听力受到损失，右耳则完全失聪。医生断言她终身无法说话。但是她从未被命运击垮，始终抱着一个信念，我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、读书，活出自己的价值。在父母的陪伴下，她开始了艰难的学习，把手放在父母喉咙上，感受声带震动，对着镜子反复模仿唇形，一个简单的发音要练上上千遍，手指磨破了，嗓子练哑了，从不放弃。他以旁听生身份入学，
上课紧盯老师的口型，课后加倍苦读，甚至自学课程跳了级。这份信念支撑着他考上吉林大学，一路走到清华博士，还入选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。接受采访时，他说：“我从没觉得听不见就是弱者，我相信自己不比任何人差。”你看，这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。你相信自己，别人才能相信你；你相信自己能做到，你才真的有可能做到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实现预言，你相信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因为当你相信自己，你的行为就会跟着改变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每天对自己说一句：我信我自己，信自己能过好这一生，信自己能走出内耗，信自己能成为那个想成为的人。很认同一个观点，内耗从来都不是无法治愈的顽疾，它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自我拉扯，一种对自己的不接纳、不认可。每天默念这7句话，把它们刻在心里，对自己温柔一点，对自己宽容一点，你会发现内心的焦虑和疲惫都会慢慢消散，生活也会变得温柔而顺遂。